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昨天美股出现快速暴涨，高开之后迅速上涨1.43%，原因是美国公布 CPI 指数低于预期，是则利好消息。那么在这里我们看到日线级别下跌西游之后，美股做了日线级别反弹，围绕34000点做144日均线和169日均线阻力位附近的震荡之后，由于利好消息爆发式上涨，跳开上涨，出现了一个日线级别新的悟空阳线。那么美股跳开上涨之后，在今天以后的行情当中，那么我们看到日线级别悟空阳线之后，那上方呢就可能发生八阶阳线、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这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对美股多头有反弹向反转的一个预期。那么反转的理由就是在日线级别完成对称性的上涨西游之后，站上了34000点的169均线，那么它的时间级别反弹的时间级别就有可能出现升级。就在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我们看周线级别的这轮下跌，它是一个周线级别下跌西游，由标志性的悟空阴线组、八阶阴线组、沙僧阴线组和唐僧阴线组构成。周线级别下跌西游完成之后，做了符合 K 线西游战法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的日线反弹。但在日线反弹的过程当中，我们观察到10月30日的这周，对于美股来说，它走了一个标志性反弹过程当中的周线级别的阳线，我们管它叫做周线级别的悟空阳线。有了周线级别悟空阳线之后，就有机会发动上涨。那么就在刚刚我们看到站稳34000点之后，美股做了这个跳空式上涨的这根阳线出现之后，那么接下来的行情当中，可以判断是有非常大概率走出日线级别上涨西游，最终通过合并 K 线走出一轮反转行情的。但是呢，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还有晴。在美股快速上涨过程当中，我们看到黄金的走势是与日下跌的。在与日下跌的过程当中，最近几个交易日略有反弹，与之同步的是原油的行情也逐渐走弱。一旦美股上涨，黄金和原油大概率是会出现下跌的，因为大宗商品呢往往是与美股相反。那么与美股相反的还有比特币，在这轮行情当中，我们看到比特币在日线级别上涨西游完成之后，正在做它的调整，并且它的调整是有一个诱多动作的。那这个诱多动作呢，就是在11月9日8点的这个日线级别的阳线。这根阳线呢，可以说是第一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完成之后，突然走出来的一个日线级别悟空阳线。诱多之后，我们观察到上行插针，但是这个位置上存在筹码密集区形成的一个阻力位这个筹码密集区呢是在22年2月份形成的，所以呢这个诱多动作完成之后，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它的结构上发生了一个横盘震荡整理，并且呢出现了一个快速上涨之后的一个4小时级别的阴线，以这根4小时级别阴线为悟空阴线，我们判断行情可能会由焦点位处的吸引力作用做出4小时级别的调整。那么目前这里的调整已经走在了4小时级别8阶阴线所在的位置。我们预期比特币的调整目标位是在$33,500附近。那这个位置呢是能够完成4小时级别下跌西游，到达4小时级别169均线所在的位置。同时呢，本轮多头并没有因为调整而结束。我们认为在周线级别上我们之前就给出了解读，6月份的多头出现之后做到调整到10月份，连续调整4个月，围绕着周线级别的悟空阳线调整之后呢，在10月比特币月走出8阶阳线。目前的行情是周线级别的沙僧阳线，那沙僧阳线呢代表了我们的人生多震荡，因此呢在这个位置上还要继续调整一段时间，直到结构能够逐渐走缓，从4小时级别的这个169均线一直延伸到日线级别的这个169均线，逐渐完成一个支撑的过程。同时呢，它的结构逐渐由日线级别拉长过去，最终呢可能会发生横有多长、纵有多高的一个推高的进程。但最近一段时间我们也观察到了特别应该关注的一个交易对就是以太坊对比特币的这个交易对。
以太坊对比特币的这个尖盾被压制许久，甚至在周线级别上构成了周线级别下跌稀有。但周线级别下跌稀有，它是由缓跌阶段到这个急跌阶段形成的。周线下跌稀有，根据我们 K 线稀有战法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就有4小时级别到日线级别的反弹过程。那在4小时级别上，我们看到完成一轮4小时级别反弹之后，做了一个回踩，回踩完成之后快速上涨，重新形成4小时级别上涨稀有，并且呢，在日线级别上构成了一个非常极端的快速上涨形成的一个悟空阳线。这意味着前方焦点位可能会形成一个吸引力的作用，构成以太坊的急速上行。那么意味着以太坊将要领涨于比特币。那么回头来看，以太坊对 USDT 的价格在这样的走势当中，我们可以非常明显的看到，一轮日线级别上涨稀有之后，出现了一个急速上涨阳线。那这根阳线正在经历回补过程。那么我们看4小时级别正在逐渐走完它的回补的第一阶段，快速回补。注意看啊，这里是多头趋势快速上涨完成之后形成筹码空缺区所进行的依次回补。那么接下来的行情可能围绕这个区间做一个收敛三角形式的震荡，然后再次发生突破。总而言之呢，我们对于以太坊支撑位是在$1900这个位置，是日线级别悟空阳线开盘价的这个位置。该位置不跌破的情况下，日线级别上涨稀有有概率能够发生，最终呢可能会引发一个非常明显的以太坊领涨的一个周线级别上涨稀有，目标点位在上方阻力区间$2500附近。然后本轮行情我们也看到了非常多币种出现轮动，包括之前上涨非常快速的GAS 在经历了这轮快速下跌之后，在今天也有了一个4小时级别标志性阳线的发生，也包括了 ME 所代表的一个次新币种出现爆发式上涨。ME 这个币种呢，我说了很多天，原因是在它日线级别上出现了一个在前天出现了一个标志性的阳线。有了这个标志性阳线是启动信号，不用担心后面行情当中可能会有8节阳线、杀3阳线、唐僧阳线的一个进程。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了 DYDX 作为去中心化平台币做出了在今天上涨幅度非常快的一个进程，在日线级别上做出了一个突破。那注意看这里的突破，我早在3天前周一的时候就对会员群朋友提到了，因为这里的结构形态就符合突破形态。什么突破形态呢？我在之前更新公众号的时候就经常提到这种形态。这个形态呢，就是4次的等位置波峰，符合江恩的4次等位置波峰法则。在同位置上出现4个区域的等位置的突破的时候，等位置的价格的时候，我们看到 K 线集中在$3.2这个位置的时候，就容易发生突破。同时呢，对于 DYDX 来说，也是本轮行情当中走势相对弱势的一个DEX 板块当中的平台币。那么对于它来说是有一定表现机会的。毕竟呢，在21年的时候曾经火了一把，然后连续下跌，跌幅达到非常惊人的95%以上。然后在底部震荡横盘，反复缠绕，围绕着下跌过程当中，形成了2.6到1.0这样的一个区间做震荡之后现在有了一个表现机会，相信未来会有一个到达$7的一个翻倍的一个走势。然后最近呢，由于大盘是有一定风险因素出现的因为美股上涨带动了比特币形成了与之相对的调整。那么这个调整过程还在继续，所以呢，我们智能 AI 1号策略已经将仓位减半之前我们的仓位利用率是1/10仓位5倍杠杆，那么目前呢是1/20仓位也是5倍杠杆，但是呢，仓位减半之后，我们能抵抗的暴跌程度更多。但是呢，我们这个模型有个特点就是能够在震荡过程当中获利，能够在上涨过程当中获利，同时呢，也能在下跌反弹当中获利这里主要指的是 AI 1号策略。那么从现在的策略表现来看，我们初始资金$4.7万，当前净值已经达到了$6万，这里已经跑了2个半月，2个半月的盈利率已经高达30%，目前已经盈利了大概有10万人民币左右同时呢，最近刚刚跑上线的一些账户目前也表现不错，跑了1-2天也有了2到3个点的收益。因为是量化，所以收益没有现货那么惊人，但是非常稳定，持续获利每天都有收益。所以呢，对于这方面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策略网站。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感谢大家，再见。